最新披露的照片显示，这艘在广州黄埔文冲造船厂建造的054型远洋型护卫舰，船体在此前就已合拢，具备了下水西装的条件，也即将举行下水仪式。网友从照片中貌似已经搭设好的下水背景墙，即可自行做出判断。请订阅本频道，助力中国发展。054B 型护卫舰，从国外开源商业卫星照片分析，舰长150米，宽18米，满载排水量6000吨左右，比我海军现役护卫舰主力054A 型的体量大了约 50%， 是一款妥妥的远洋型导弹护卫舰。舰上将采用柴燃联合动力驱动，中压直流电力推进技术，最大航速将由054A 型的28节提升至30节甚至以上。用燃气轮机航行时，噪音较之使用柴油机驱动的4000吨级054A 型护卫舰有大幅降低。054B 型将携带10吨级至20直升机，且拥有较高的续航力，海上自持力强，舰员居住性能好，抗风浪性能强等。未来将取代新青年在航母编队中的地位，承担在大洋深处搜潜和攻潜的重任，同时兼具对海打击和对空防御的责职。舰上将设置 SCS 波段的两面旋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被中国网友称为双面盾，采用了前卫的 TR 芯片氮化镓技术，要比西方普遍采用的 TR 芯片砷化镓技术领先一代，故而探测距离远，对目标的锁定精度高，抗干扰性能也较优异。与052D 型和055型防空驱逐舰一样，在 C 炮位的一座1130型近防炮和机库上方一座24连装红旗石防空导弹发射架，让054B 型护卫舰的末端防御出色，能有效应对亚音速乃至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攻击。上述关于054B 型护卫舰的传电系统和舰载武器等，这些基本上都获得了中国网友的认可，网络上也不存在大的争议。或许让人感到意外的是，054B 型护卫舰仍将沿袭054A 型护卫舰上650毫米直径的热垂发 HJK16 型 BLS 装置。从关于054B 型护卫舰最新的信息判断，大概率仍然将使用650毫米垂发系统，而不是广大网友期盼的中国海军052D 型和055型驱逐舰上的850毫米直径、具备热冷共架发射性能的标准 H1 型 BLS 装置。这就意味着射程600公里的鹰击18反舰导弹，射程200公里的海红旗9防空导弹，射程1500公里的长剑10巡航导弹等，这些052D 型和055型驱逐舰上出现的导弹，就不会出现在054B 型护卫舰上。B 炮位将设置4座8连装32单元 HJK16 型 BLS 装置，能垂发40、70、120公里的红旗 16B。C 型防空导弹，兼具发射50公里的鱼8反潜导弹。至于反舰导弹，与054A 型护卫舰一样，将在舰桥后部和烟囱前的位置设置2装4连装导弹发射架，只是反舰导弹将由054A 型射程280公里的鹰击83换成了054B 型射程400到500公里3到4马赫飞行的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此外，054B 型远洋护卫舰仍然将采用76毫米单管舰炮，采用100毫米舰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实际上，我海军早就已经统一了舰炮口径，驱逐舰采用130毫米单管舰炮，护卫舰则采取76毫米单管舰炮。100毫米单管舰炮的生产线其实早就关闭了，大概率将不会出现所谓新型100毫米舰炮装上054B 型护卫舰的情况。从减轻维护、保养和战时后勤压力等考虑，我海军也不会再装备100毫米舰炮。总之，054B 型护卫舰项目存在，而且即将下水，都将是不争的事实。中文网络上有文字和图片为证。1945，美国海军新闻、动力战区军事专栏等国外著名的军事网站对此也都进行了相关的报道。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和广州黄埔文冲造船厂同时在建，只要我海军有军事斗争准备的需求，以8艘的建造批次递增，16艘、24艘、32艘等，装备数量都将不是问题。一旦正式批量入列，054B 型就将成为我海军舰艇装备史上吨位最大的护卫舰，反舰、防空、反潜等综合战力可谓强悍，将远超我海军4000吨的054A 型护卫舰。
甚至超过国外在建的7000吨级 FHE-62型座级护卫舰。054B 型护卫舰入列以后将取代054A 型护卫舰，与052D 型和055型万吨大驱共同成为我海军航母的带刀侍卫。我海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必将如虎添翼，有力维护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保障印度洋、太平洋等我主要贸易航道的畅通和安全。